遥远的时代，遥远的大陆，人类与兽人族经过了长期的战争，大陆阿伦西亚上终于建立起阿伦西亚王朝。在英雄王凯恩或洛斯的领导下，人类将兽人族驱赶过了大陆最北面的沙漠，再也无法对人类构成直接威胁。这一年成为阿伦西亚元年，而这以前的战争岁月都被记载在英雄王建国诗抄中，为诗人们长久传颂。但是和平并未永久到来，在100年的时间内，兽人族多次入侵，血与火构成了阿伦西亚大陆的最初历史。阿伦西亚历135年，伟大的君主凯撒·庞克里斯3世病故，年仅5岁的王子阿尔法·萨克莱斯·莱塔尔继位，由首相法贝辅佐，史称莱塔尔4世。如此年轻的君主自然不能服众，首相法贝又并非一个在各方面都无可挑剔的人，于是廷臣之间的裂痕逐渐产生并扩大了。终于，动乱发生了。阿伦西亚历136年春，亡国重臣。掌握北方广大地区及卫戍部队的西奥多·法伦公爵在同首相法贝的一次争执之后被捕入狱，但很快被忠诚的部下救出。逃回到领地后不久，他起兵反叛，并于次年称帝，建立卡奥斯帝国，史称法伦大帝。亡国的叛乱讨伐军很快被派出了，但是那些长期养尊处优、从未经历过战争的王国贵族同北方那些经常与兽人族作战的帝国骑士根本就无法相比，于是他们一败再败，不但未能讨伐叛乱，反而又丧失了大片领土。战败归国的贵族们相互指责、争吵，而首相法贝又未能非常公正地处置诸将。原本不是特别信奉宗教的他，却把战败的原因归咎于神的背弃。浴血苦战的将士得不到赏赐，而那些传播着荒谬无稽谎言的预言家和巫术师却被代为上宾，这使得群臣极为不满。原本已衰败的王朝又发生了多次分裂，各地的诸侯纷纷起兵反叛。王国的剩余部分很快就分裂为许多小国家，更加无力对抗卡奥斯帝国了。在此后的数百年间，诸国之间互相征战不休，阿伦西亚大陆又一次陷入战火之中，而首相法贝也因此被后世人冠以分裂相的污名。就在大陆各国的战争延续不断的这数百年间，居住在北方荒漠的兽人族中却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巫师大祭司萨恩巴特。他为兽人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统治体系，并确立了一套简单而有效的、能够为兽人们的低级大脑所接受的法律体系。在严酷的法令之下，兽人们被组合起来，他们不再自相残杀，而是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严酷的自然环境。数百年间，兽人族的实力又强大起来，并产生了再次向南方发展的愿望。为了满足这种愿望，大祭司萨恩巴特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铸造了一把具有奇异力量的剑，后世即以他的名字为此剑命名，魔剑萨恩巴特。阿伦西亚历300年，拥有了魔剑的兽人族大举南攻，很快粉碎了人类徒劳无益的抵抗。大陆各国不得不停止内战而联合起来抵御兽人族，而这场持续了100多年的战争也从人类之间的自相残杀转变为后世所称的人兽争霸战争。不过最初的时候，人类由于无法抵御魔剑萨恩巴特而节节败退，眼看着即将面临灭亡的命运。然而奇迹发生了。阿伦西亚历315年秋天9月20日清晨，被围困在东部小城卡达因的士兵由于饥渴而拼命地挖掘深井，突然发现了一条地道。推开地道近端的石门之后，一座宏伟的地下宫殿伴随着无比辉煌的光芒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当人们的眼睛终于能够视物时，他们在那块被后世人称为神迹石的大石头上看见了12件闪烁着光芒的武器，英雄王年代时由12位圣战士所使用的圣兵器，而中间则插着一柄令人不敢直视的剑，传说年代中英雄王凯恩或洛斯用于平定四方的，相传是太阳神阿波罗所赐予的圣剑兰特贝尔克。神终于开始帮助我们了！欣喜若狂的士兵们拿着圣兵器冲出城堡，冲向敌人。圣兵器给了他们以无穷的勇气。卡达因要塞的奇迹很快传遍了大陆，圣兵器被分发给12位大陆各国最强的勇士。人类开始发动反攻，并不断的取得胜利，不仅是因为有了能够对抗魔剑萨恩巴特的武器，而且还因为人们拥有了必胜的决心和信念。最终，兽人族被完全赶出了阿伦西亚大陆，在达伦海峡对面的地狱之岛上勉强找到了栖身之地，而魔剑萨恩巴特也被封印在了兽人族的旧神庙中。人类再次确立了其大陆主宰者的身份。但是兽人族并不甘于失败，此后的100余年中，兽人族多次侵入大陆，战争之云仍在阿伦西亚的上空徘徊。在常年的战争中，卡奥斯帝国取得了原属于兽人族的大片北方土地，并锻炼出了大批勇猛的骑士，成为大陆上军事力量最强的国家。而另一方面，继承了原阿伦西亚王朝残余土地和血统。
一向以正统自居的索菲亚王国，在经过了几百年的艰难磨练后，又逐渐中兴起来。发达的文化和充实的经济实力，使之俨然成为南方诸国的领袖，与卡奥斯并称为大陆双雄。阿伦西亚历432年，大陆各国的首脑人物在小城卡迪亚会面，签订了著名的卡迪亚盟约。双方约定以卡奥斯军为主力，共同防御兽人族。南方各国每年向卡奥斯帝国提供粮食和资金作为酬劳。为了保证各国间的军事平衡，将圣兵器分散于各个国家，由索菲亚王国执掌圣剑兰特贝尔克。盟约签订后，各国均小心地遵守，无需为补给担忧的卡奥斯帝国军得以专心于防御兽人族，不再给他们机会入侵大陆，而不必再担心受到进攻的南方诸国则可以全力发展生产，他们的财力和人力都迅速地增加了。阿伦西亚大陆迎来了一个相对较长的和平时期，各国的公路被连接起来，来来往往的商人与使者络绎不绝，要塞与城堡成为了人口密集的都市，贸易与交流极大地促进了各国的经济与文化。这段时期也作为一个黄金时代而被历史学家和吟游诗人们长久传颂。如同世间万物一样，和平也不可能永恒存在。随着时间的消逝，和平已逐步丧失了吸引力。正如大哲学家康拉德所说的那样，和平与之战争正如水与之酒。当没有水的时候，人们不惜用一切代价得到水；而当水居手可得时，人们却又向往烈酒的芳香与纯美。长久生活在和平之中的索菲亚王国臣民，逐渐厌倦了这种长期为卡奥斯帝国提供补给的生活方式。他们无视于卡奥斯帝国一次次取得的重大胜利，却讥笑他们的每一次微小失利。他们更以看待起始者的态度对待卡奥斯帝国的物资援助要求。我们所辛苦生产出的东西，为何要白白地送给那些野蛮人？粮食中被掺入了泥土和沙子，提供给卡奥斯帝国的金币也越来越少。对于国内的有识之士提出的意见和劝告，贵族们骄傲地宣称有圣剑兰特贝尔克在，任何军事上的威胁都是可笑的，我们不会屈从于那些野蛮人。终于，卡奥斯皇帝西奥多·法兰陛下在面临国内可能发生的大饥荒时，决心以战争来教训索菲亚人的傲慢与无知。在同帝国国内的重臣们商议过之后，帝国皇帝下达了战争的命令。现在，唯一的障碍就是索菲亚王国所拥有的圣剑兰特贝尔克。干燥的沙漠上，永远不会停的风呼呼地刮着，大量的沙尘和石子被卷起来，在沙地上反复地移动着。但是当这些沙石被吹到一座方锥形的建筑前时，却都立即落了下来，在这座似乎并不高大的金字塔四周，沙子和石头被风吹成了一道高大的围墙。但是在金字塔那黝黑的入口处，却没有一粒沙子。尽管已过了数百年，尽管周围的茂密丛林已变成了无边的沙漠，但这座兽人族的金字塔神庙却始终屹立。风沙、战争、人世的一切变迁，都不能打破这永恒的宁静。然而，这宁静现在却被两个闯入者所打破了。闯入者中年轻的一个穿着一身青蓝色的盔甲，同他那冰蓝色的眼眸相映成辉。在他年轻的甚至带有几分稚气的脸庞上，带着一种令人不敢正视的英雄之气。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他左手拿的青蓝色盾牌上，竟镶嵌着3颗星。在大陆的任何地方，3颗星都代表着军中最高一级的指挥官军团长的身份。军团长的地位与首相相当，在有些小国家中，首相与军团长均由一人担任。许多年高德少的老臣一生都无法企及的地位，现在却被授予了一个尚处于10字头年龄的年轻人。这不仅是在卡奥斯帝国，在整个大陆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不过，当初卡奥斯皇帝决定授予这位年轻人军团长职位时，帝国军中并无一人提出反对，因为他无论是在家世、人品、武艺、功绩等个方面均无人可及。身为帝国老元帅之子，7岁时即随父出阵，13岁时即单独统兵出战，且从未有过败绩。在历次的比武大会上，从无一人能够挡住他手中的剑。帝国第一勇士的称号已被他连续保留了4年，而他此时年方17岁。整个大陆上无人不知他的名字——青龙骑士雷昂·法雷尔。然而此时，年轻的勇士眼中却带着一丝疑虑与担心，望着那黑洞洞的入口。在经过了一阵考虑之后，他向年长的同行者提出了自己的谏言：“陛下，我们非要依靠魔剑萨恩巴特不可吗？索菲亚人仅仅依靠圣剑兰特贝尔克是不可能挡住我帝国大军的。而且自古传说魔剑萨恩巴特是受到过诅咒的剑，如果不能引到敌人的血，就要反噬其主。历史上凡是拥有过魔剑萨恩巴特的人，从来都没有过善终的。更何况这座神庙中究竟有什么危险，我们也不知道。陛下万金之躯，何必亲自冒险？
如果一定要进入神庙，请让微臣首先进入一探。卡奥斯皇帝法兰用一种赞赏与鼓励的眼光看着他的爱将雷昂。朕的勇士，朕在军议会上曾说过朕的目标，卿还记得吗？当然，陛下，统一大陆诸国，给整个阿伦西亚带来和平，不仅仅是您的愿望，也是微臣毕生的理想。说得不错，雷昂。如果朕连一座早已废弃的兽人族神庙都不敢进入，那朕还有什么资格率领帝国的大军横扫阿伦西亚呢？你就在这儿等着吧，朕一个人进去就可以了，陛下，这绝对不行。但皇帝法兰用一个坚决而不可违抗的手势阻止了还想争辩的雷昂，大步走入了神庙。一向勇敢无畏的青龙骑士这一次终于体会了紧张的滋味，他在神庙入口处来来回回的走动，反复推想着他的主君可能遇到的不测。卡奥斯皇帝法兰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但雷昂对自己主君的忠诚和爱戴之心使得他不由自主的几次想要踏向那黑黝黝的入口。然而严厉的军令使他一次又一次地站在了神庙大门之外，帝国的军人必须忠实履行主君的军令，更何况他身为军团长。眼看着地上的影子由长逐渐变短，又由短逐渐变长，雷昂的心情也越来越焦躁不安。最终，当雷昂下定决心冒着违反军令的罪名进入神庙时，他听到从金字塔内传来了他所熟悉的脚步声，接着就传来了卡奥斯皇帝法兰那豪迈爽朗的笑声。雷昂惊喜地迎上前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柄闪烁着黑色光泽，使人不禁有叩拜冲动的剑魔剑萨恩巴特。整柄剑被一重黑蒙蒙的光雾所笼罩，剑身虽然被一段乌黑的木鞘包得严丝合缝，但却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杀气。即使像雷昂这样久经沙场的勇将，也不禁突然产生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似乎被无数的冤魂所包围了。但雷昂还是走过去向皇帝深深鞠了一躬，恭喜陛下顺利取得了魔剑。卡奥斯皇帝大声地笑着，以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向他的忠实部下下达了命令：雷昂卿，召集10大军团的军团长举行会议，进军索菲亚。是，陛下。雷昂虽然回答的简短有力，但他的眉头却皱了起来。皇帝的声音中似乎带着与以前不一样的声调。帝国入侵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索菲亚。索菲亚国王诺兰德夫6世迅速召集了国内的所有元老重臣商议对策。绝大多数将领都主张战争，但仍然有部分了解帝国真正实力的人建议进行和平谈判。一时之间，王宫的会议厅内吵成一团。懦夫，懦夫！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将几乎把手指头捅到了王国首相克劳德主教的鼻子上，一柄魔剑就吓破了你们的胆，到底是从未上过阵的文官。不要忘了，当年我们正是用圣剑兰特贝尔克封印了魔剑萨恩巴特，眼下代表正义的圣剑由我们英勇的诺兰德夫王执掌，帝国以魔剑来犯，正是自取灭亡。他的话引起了一阵狂热的欢呼和鼓掌，会议厅内主战派的声势顿时大振。但首相克劳德丝毫不为所动，他转过身去，直接面对索菲亚王诺兰德夫：“尊敬的陛下，在决定是战是和以前，请先允许我为您分析目前的情况。首先，我们了解到帝国已经出动了赤龙重装兵团与青龙骑士团，在海上冰龙海骑士团也已做好了进攻准备，随时可以两面夹击我们。而且帝国皇帝法兰既然亲自取出了魔剑萨恩巴特来对付我们，定然是要御驾亲征，因此我国还要准备对付他的双头龙皇骑士团。诸位都很清楚，这4支以龙冠名的军团全部是帝国军中的精锐。此外，帝国10大军团中的铁甲骑士团和白龙圣骑士团、黑龙圣修士团，以及在整个大陆上所有雇佣军团中排名第1的精强威佣兵团都有可能跟随帝国皇帝出战。相比之下，索菲亚王国军的主力军团只有4支，在数量上就不及他们，且一向处于和平状态，缺乏实际作战经验。另一方面，我们派到个盟国区的使者到现在也没能给我们带来援军的消息，因此我国在军力上明显处于劣势。从政力上看，我国虽然夸称富有，但人民以农耕为主，安于享乐，远不及卡奥斯帝国的游牧民剽悍勇猛，行动迅速。此次帝国有备而来，粮食补给已有充分准备，而我国仅在数天前得到消息，军需品并不充足。在如此诸多的不利因素影响下，纵然我们拥有英勇的诺兰德夫陛下和圣剑兰特贝尔克，恐怕也难以获得全胜。首相克劳德的话使得会议室内又安静下来。主战派们虽然都听得很不入耳，但谁也无法反驳帝国的实力之强，他们并非不知，只是由于以前他们未曾与帝国做过战，因此没有切身的体会。此时众人都只能把眼光投向诺兰德夫王，等待他来做出决定。但诺兰德夫王显然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判断。他指着他身旁最近的一张坐席：“利奥特大公爵，我的好朋友，王国军的最高统帅，
就请谈一谈你的看法。是的，陛下。坐于次席的利奥特大公爵挺直了身体。帝国确实拥有很多著名的将领，但我们也有不少名将。杰克弗利特将军一向与青龙骑士雷昂齐名，都被称为大陆最强的骑士。赤龙军团长卡尔达克确然以勇力而闻名，但是我国的王城禁卫军团长阿鲁巴也同样力大无穷，足以同卡尔达克较量。再加上陛下的黄金甲骑士团和我的直属军团，亦足以对付双头龙皇帝法兰了。至于冰龙海骑士团的海上威胁，从帝国本土到这里的海路以前还从来没有通过战船，更没有通过大军。沿途的那些城邦国家是否会允许帝国军通过，犹在未可知之数。就算他们能够通过，敌军海陆两方的行动也很难协调。只要我军行动迅速，大可各个击破。他的话音刚落，会议厅内就响起了一阵欢呼声，许多人高呼着杰克弗利特的名字，就连站在一旁伺候的宫娥侍女们也个个双眼湿润，欢呼雀跃。对于他们来说，人称黑杰克的杰克弗利特，他的名字永远是和胜利联系在一起的。大厅内的主战派也激动不已。利奥特大公爵身因王国元帅之职，索菲亚王国的全部兵力名义上都由他管辖。与首相克劳德同为仅次于索菲亚王的两位重臣，他的话与首相的话同样有分量。这一次就连诺兰德夫王也连连点头，主战派明显占了上风。但首相克劳德仍想尽力挽回局势，他焦急地反问道：“其余的部队怎么办？”陛下，其他的部队，铁甲骑士团的斯泰恩堡克，白龙圣骑士团的阿尔方斯以及其他可能的援军。诺兰德夫王的脸上显出犹豫和尴尬的神色，支吾道：“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们还要仔细考虑。”话音未落，从下面的末席站起来一个矮个子男人，高声叫道：“陛下不必为其余的部队忧心，微臣可以自信地说，他们绝不会离开卡奥斯国境一步。”会议室中顿时安静下来。人们惊异地看着那个貌不惊人的男子，大部分朝臣都不认识他，就连诺兰德夫王也叫不出他的名字，只能用一个询问的眼色看着首相克劳德，希望他能说明此人的身份。克劳德大主教也同样吃惊，因此他愣了一会儿，才向他的主君做出说明：“陛下，他的名字叫图拉姆，新晋才从下头调上来，他的职务是书记官，按理他是没有资格在这样的会议上发言的。”“是吗？”诺兰德夫王微笑着说道。既然他敢于站出来说话，就听一听他的意见吧。好吧，陛下。于是克劳德首相示意书记官图拉姆站到前面来发言。图拉姆兴冲冲地走上前去，首先向诺兰德夫王行了一个礼，感谢陛下破格让我发表意见，然后又对着首相克劳德深施一礼，然后才转身面向众人，开始侃侃而谈：“各位，刚才克劳德大人及利奥特大人所说的都很正确，我国拥有与帝国一样有名的勇士，只是在军力数量上不及对方，这使得我们迟迟未能下定决心与卡奥斯一战。但各位大人也许没有注意到，帝国的敌人也远远多于我们，他们必须要防备兽人族的入侵，还要防备国内野蛮人的破坏。铁甲骑士团虽然强大无比，但他们不得不守卫漫长的帝国北方边境线，绝不可能被调来对付我国。白龙圣骑士团是由圣教士组成，数百年来一直守卫着圣山科奥林斯，这一代的团长阿尔方斯更是虔诚无比的教徒。他曾发誓将此生奉献给米尔斯天神，有生之年绝不离开圣山科奥林斯一步。黑龙圣修士团平时分散于各地协助管理地方事务，短时间内绝对无法集结。至于冰龙海骑士团，作为帝国唯一的海上力量，一直在达伦海峡同兽人族周旋，自顾尚且不暇，根本没有能力进行两面夹击。剩下的金蔷薇佣兵团，图拉姆得意地看了周围一眼，徐徐说道：“根据最新传来的消息，金蔷薇佣兵团被雇往山岳之国特里克平息叛乱，短时间内是回不来了。所以目前我们只需要对付赤龙重装兵团、青龙骑士团、双头龙皇骑士团这3支军团即可。4对3，我们占优势。”图拉姆说完以后，会议厅中先是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就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欢呼声。所有的人，主战派固然是欣喜若狂，反战者也无法出声反对。诺兰德夫王站起身来，高声下令道：“我已经决定了。由于帝国首先破坏了卡迪亚盟约，我们……”克劳德首相突然站了起来，不知因为是激动还是愤怒，他的脸变得通红，颤抖着说道：“等一等，陛下。”图拉姆的发言只是迎合了大多数人好战的心理而已，根本不足为凭。如果我们在战场上遇到了铁甲骑士团或是白龙圣骑士团，难道我们指责他们不该离开自己的防地吗？然而他的发言此时已起不到任何作用了，所有的人都高呼着战争的口号，似乎胜利已唾手可得。
面对着这混乱的情况，克劳德首相无可奈何地叹着气，慢慢离开了。身后的会议大厅中，人们的欢呼和叫喊声仍然在继续着。